男人低头朝着下面看去，只见壕沟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丧尸，进入城堡的吊桥还被收了起来，想要过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见此情形，达里尔和阿卢来到了旁边的屋子里搜寻一番，希望能找到一个类似钩子的东西，这样就能利用绳索抵达对面的城堡。这时阿卢找到了一个犁头，询问达里尔是否合适，可达里尔拿过来后，却让他看看能不能找个更大的。阿卢没有多想，转身继续去翻找。让他没想到的是，达里尔直接将他关在了屋里，还把门上了锁。You'll be safer in there. Besides, I'm better off on my own. Come on! Daryl, let me out! 很明显，达里尔不想让阿卢跟着自己一同冒险，所以才将其困住。这个男人总是把危险的事情留给自己。看了一眼下面的丧尸后，他开始瞄准吊桥，然后甩动着手中的抓钩，等差不多后便抛了出去。钩子成功的挂在了吊桥的边缘，接着他顺着绳索爬了过去。他戒备地朝着院子走去，里面果然如阿卢所说，这里不仅有马匹，就连摩托车都有好几辆。他警惕地扫视着周围，因为那个名叫塔斯克的怪人还在城堡中，他丝毫不敢大意。这时他注意到一扇半掩着的门，于是干脆地闯了进去。可让他意外的是，里面并没有人，反倒是堆满了各种物资。既然发现了储藏室，那就顺便带些药品回去，毕竟来之前答应了阿卢。可他也不懂哪些药品治疗老师有用，索性每样都装了一些。就在他搜刮的时候，外面却传来了一道辱骂声。达里尔赶忙拿起枪戒备着，他以为是城堡的主人发现了他，可等他出来却并没有看到对方，这让他有些纳闷。就在这时，辱骂声再次响起，他这才发现声音来自旁边的地下室。Let me out! Whoa! Shut up! I don't speak French. You speak English? Yeah. I speak English too. Please don't shoot. I ain't gonna shoot you. You from that school in town? My name Hérisson. Harrison. Got it. No, Hérisson. In English, it's hedgehog. Hedgehog. All right. Let's go, Hedgehog. 鲁哥一瞅是幼儿园的孩子，便想着将其救出去。可他还没走出地下室，城堡的主人便朝他开枪了，惊得他俩赶忙退了回去。达里尔看到了那人就在对面的2楼，便开始开枪还击。可他低打高手时占不上优势，于是干脆把枪递给了豪猪，让他在这拖住对方，自己则打算去绕后方。他先是演示了一番怎么填装子弹，然后告诉豪猪不要害怕，这种老式的步枪都是单发的，尽管嘲讽对方就行。交代一番后，他掏出了流星锤，然后利用身法先是骗了一发子弹，接着便冲了出去。就在里面缠斗的时候，被关在小黑屋里的阿卢还在焦急等待。可这时，一道身影来到了屋子门口，下一秒直接破坏起门锁来。这可把阿卢吓坏了，他赶忙拿起弓箭严阵以待。而达里尔这边，在豪猪一边开枪一边大声嘲讽的掩护下，他已经摸到了对面楼里。城堡主人明显是上了头，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靠近。Fuck. Move. 男人听到达里尔说话后，瞬间激动了起来，因为他听出达里尔是个美国人，而他自己也是。真没想到在末世爆发的10多年后，能在遥远的异地遇到个老乡。他赶忙激动地做了自我介绍，表示自己名叫 RJ， 是个德州人。说着就热情地想拿些东西招待这个同乡，可达里尔丝毫没给他面子，更是开口劝说让他把抢来的物资还回去。听到努哥这么说，男人则表示自己之所以囤积物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活着回到德州的老家，和亲人团聚。对于这套说辞，达里尔并不领情，直接将他拖拽着来到了外面。男人也来了脾气，起身就要理论一番，表示自己可从没碰过这孩子。可豪猪却恨不得立马把这家伙推进护城沟里。You wouldn't do that to a fellow patriot now, would you? Take him back to Lou. Let her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is piece of shit. Hey, what? No. Hey, you don't understand. Those little psychos, they would kill me. Hey, I'm begging you. I've got my wife and 4 kids waiting for me back home. There ain't no home, asshol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don't know your ass from your elbow. That's a sack of shit. I've been a goddamn there. lie. I've been there. East Coast, Midwest, even Texas. Everybody you know back home is gone. They've been gone a long time. 这一刻，老头崩溃了。自己坚守了这么多年，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回家，却不料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过了一会儿后，他们收集了一些物资，装了满满一马车，准备去接阿卢。
而老头则被绑在了马车后面。他还试图想用14罐沙丁鱼罐头贿赂弩哥，可就在马车走到吊桥的时候，马车的车轴突然断裂，导致车上的燃料全都滚落进了护城沟里。达里尔赶忙拉住缰绳，心里暗骂一声倒霉。随即他来到后面查看情况，发现轮胎已经弯了下去，根本就动弹不了了。老头见状就开始劝说达里尔将他放开，他可以帮忙修理。说话的同时，眼睛还看向了达里尔的步枪。见达里尔不理睬他，老头直接冲上去就想要抢夺步枪，可达里尔也早就提防着他，二人就这么掰扯了起来。却不料俩人用力过猛，直接双双掉进了护城沟里。达里尔落地的第一时间便掏出了匕首，可还不等他起身，周围的丧尸便朝着他走来。他赶忙把最近的一只踹了出去。这时他看到了老头，他被绳索吊在了半空中，已经有好几只丧尸抓向了他。吊在空中的他根本就没办法躲避。有了他的吸引，达里尔也有了喘息的时间。他掏出了流星锤，起身就开始旋转了起来。就在他一锤一个小可爱的时候，老头这边已经岌岌可危，10几只丧尸拉扯着他，很快便有几只咬在了他的大腿上。才一会儿的功夫，他的下半身就被围上来的丧尸撕裂开，整个人当场被活活的咬死在了半空中。而一旁的达里尔还在拼命的厮杀着。这时他注意到了掉落在地上的燃料罐，扭头看到了自己的步枪就在不远处，心里打定了主意后，他将一只丧尸击退，然后赶忙过去捡起了地上的步枪，对着燃料罐便扣动了扳机。爆炸过后，达里尔缓缓地抬起了头。刚刚的爆炸带走了不少的丧尸，可还有一些留在了沟里。就在他捡起武器准备对付其他丧尸的时候，不料一只丧尸趁他没注意扑了过来。危急关头，一支弩箭射穿了丧尸的脑袋。达里尔抬头看去，原来是阿卢支援了过来。他们一边抛下绳索，一边击杀着靠近的丧尸。达里尔也不墨迹，赶忙朝着绳索走去。上边的阿卢几人也很给力，凡是靠近的丧尸全都被他们给一一射杀了。达里尔将绳子缠绕在身上，然后招呼上边拉他上去。收到消息后，男孩牵着马儿朝前走去，绳索快速上升。就这样，在马儿的拖拽下，达里尔一点点的被拉了上去。上来后的弩哥也是松了一口气，刚刚真是太惊险了，要不是这群孩子，后果还真不好说。Are you still better by yourself? At least you got your horse. You got this too. 阿卢打开背包一看，发现全是药品，这让他心头一暖，对达里尔表达了感激。可弩哥挺惭愧的，他的本意只是马匹，药品也是偶然得到的。不过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小黑却在护城沟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他们之前失踪的另一个同伴。望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变成了丧尸，心中难过的阿卢拿起了弓箭，打算送同伴最后一程。可瞄准了半天，他依旧下不去手，最后还是一旁的达里尔出手了。他知道这种事对一个孩子来讲有多么的难抉择。1小时后，他们修好了马车，返回到了幼儿园。孩子们看到豪猪归来也是开心不已，纷纷围了上去。就在阿卢准备拿着药品去找老师的时候，希尔维就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杜布瓦夫人已经去世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It's too late. The meds were never gonna help her. I lied to you to get a horse. I'm sorry. 阿卢当然知道自己老师的状况，也知道达里尔这么说是想帮他减轻一些愧疚，他只是舍不得杜布瓦夫人的离开。过了一会儿，众人给这位尊敬的老师举行了葬礼。杜布瓦夫人的事迹会永远的留在孩子们的心中，也时时刻刻影响着他们走过未来的每一天。等葬礼结束后，达里尔等人也准备好了马车，是时候该继续出发了。可不曾想，劳伦特这孩子却不想离开了。Please, we really have to go. No, I want to stay here with my friends. No. 劳伦特听到姐姐希尔维都发话了，只能不情不愿地走向了马车。为了向几人表示不满，小家伙决定步行去往巴黎。就这样，在这群孩子们不舍的目光中，几人继续朝着北部基地出发了。而与此同时，之前逃走的科登竟单枪匹马的又回到了修道院，看着满地兄弟们的尸体，这让他怒火中烧。接着他发现了达里尔遗落在这里的录音机。My name's Daryl Dixon. Come from a place called the Commonwealth. 也看到了劳伦特的个人档案，结合书本中的笔记，他注意到了墙上的地图，明白了达里尔他们肯定是去往了地图标记的终点巴黎，这让他心里有了想法。而远在巴黎的勒阿弗尔港，一艘货轮停靠在这里，此时一个女人正对着船长发着脾气。上集咱们说过，法国有2个组织，一个是希望联盟，另一个则是热内组织，而眼前的这个女人便是热内组织的老大。当得知是一个美国人毁掉了大量的实验对象后，女人是相当的气愤。她好不容易动用大量的武装弄来的丧尸，就这么全都毁了。
就当他要发火的时候，一个男人拿着实验器材走了过来，正是先前汽车维修厂的管事的。他竟然是研究丧尸的博士。他告诉女人，虽然船上的实验仪器大部分都被毁坏，但起码还有一批实验对象还能使用。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被破坏，女人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3 years to get this gypsy wedding. And now, whole land of us scattered because of what? One American? Overboard, presumed dead. Presumed. By who? By you? Who was he? He was named Dixon. Dixon. C'est un début. S'il n'est pas mort, trouvez-le moi.